这个在后面尽量要一直去搅拌。Hello， 欢迎来到野菜的路，我是露比，我是小野。今天呢，要来做一道全素的台式炸酱面。那台式的炸酱面呢，基本上都会加猪脚肉，如果是荤的话，然后可能还会有大量的五辛，就切一堆葱啊下去爆香。但是今天呢，就是要分享给大家创意型的炸酱面。它的创意是指它的口味创意吗？对，它的不是口味创意，是口感创意，食材上的创意。那在开始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都是怎么买菜的。就是除了一般的那种购物袋以外啊，就是婆婆妈妈会背的那种购物袋以外，我们还会准备这个人州竞速的细蜜盒，还有细蜜袋。那这个像我们平常在买豆干啊，或是豆包啊，我们都会请老板直接装在这个里面。还有现在买面也都会请他直接装。对，像这个买那种拉面型的也都会直接装在里面。还有去中式早餐店买裸装的豆浆或是其他汤品的时候啊，这个细蜜袋也非常好用。上面啊就直接有刻度，可以让你知道它有多少的量。另外，食品级的细胶可以耐-40度到220度 C 哦，所以不管你是装热豆浆或是热汤，都不用担心会有塑化剂的问题。而且这个密封的扣环还可以防止液体的流出，扣紧后直接放在包包里面，翻来覆去都不会外漏哦。很多人都知道啊，现在因为塑胶制品的过度使用啊，其实真的造成很多海洋生态或是一些环境的浩劫。那今天呢，就是要在影片里面分享给大家，其实现在有好多这种好的产品啊，可以取代一次性的塑胶袋，而且它又可以改善以前那种传统玻璃盒那种很重啊、不方便啊。它又占体积，对，然后就背着就好重，而且它耐热度又超高的。对，玻璃可能没有办法到-40到220哦，直接放进去微波炉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虽然它一定是比塑胶袋来的不方便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一起付出，一起就是多一点点的努力啊，就是一点不方便就可以大大减少这些塑胶制品的使用量。那这次我们也有跟人州竞速合作一个专案，可以一次购足细蜜盒跟细蜜袋，而且都是全新2.0防沾尘处理的版本，就是它比较不会去粘那些头发啊、毛啊、毛屑。那现在全网路就只有我们这个专案有做9折的优惠。另外，如果你有喜欢老窗花图腾的朋友，也可以选择搭配这种纯棉的顺手包，平常它就像手帕一样，然后要用的时候就把束绳拉起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它平常就这样摊开，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就把东西食材放进去，然后就这样咻，然后就可以这样勾在手上。我觉得它当便当盒的盖子什么都超好看的。对，就可以把这个放进去，然后就这样。那有兴趣的朋友啊，我们也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下面的置顶留言哦。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减少塑胶袋的使用吧。好，那我们就继续料理喽。Go！ 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姜、豆干、冻豆腐、茄子、杏鲍菇、煮熟的糙米饭、拉面、小黄瓜跟红萝卜。那我们就开始喽。先将老姜切成末状。豆干、茄子跟杏鲍菇切成小丁状。小黄瓜跟红萝卜切成丝状备用。冻豆腐退冰后剥成小块状。这次准备的食材啊都比较特别哦。这次的炸酱面啊，因为我想要
让大家吃起来不觉得是素的。所以我在食材上有增添一点就是不一样的口感，增添一点它的丰富度。像我现在这个剥的冻豆腐啊，如果有看我们频道的话，应该会知道，这样剥的小小的，其实口感会很像那种柴柴的猪脚肉。这是我们意外发现的，真的很像。对，意外发现它蛮像的。然后再来就是茄子，茄子就是上一集的那个鲜肉，上上一集的鲜肉炸馄饨啊，里面有讲到它其实可以取代有点像肥肉那种在嘴巴化开的那种油脂感。再来就是杏鲍菇，杏鲍菇其实有的素打酱面里面会加，对，那我就是比较想要取代的是那种猪皮那种 QQ 的那种口感，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口感在里面，所以你整口吃下去之后，那个丰富度就会很够。后面还有个秘密武器。那如果买不到冻豆腐的话，可以自己做。对，可以自己做，就用板豆腐，然后把水挤干之后，然后放到冷冻库里面，大概冰个1、2天、2、3天，它的效果就会跟冻豆腐是一样的。取一个炒锅，倒入适量的植物油，放入老姜煸香。这次的植物油要稍微多一点哦，因为正统的炸酱面之所以叫炸酱面，就是因为它是用猪五花，然后把油都煸出来之后，酱像在下面这样炸的感觉。那我们因为是植物性的料理啊，所以食材都不会出油，那就用一般的植物油代替就可以。再放入豆干煸至焦脆。接着放入杏鲍菇跟冻豆腐，煸至金黄色。再来，我们放入茄子跟煮熟的糙米饭一起拌炒。为什么要加入糙米饭呢？因为想要增添它一点口感跟香气，但是放一点点就好，不然放太多就变炸酱饭，会变炸酱饭，它等下会有点像那个锅巴的那种感觉。这个到后面尽量要一直去搅拌它，不然会掉背哦。不是，会很容易超回搭哦，因为它现在油温比较高。所以随时要注意就是。对，你看它那个米现在有点像锅巴的状态。哦。炒香后，先放入冰糖拌炒均匀。接着我们加入辣豆瓣酱、甜面酱、酱油、白醋跟胡椒粉，拌炒至有酱香。再倒入水，稍微盖过食材，并盖锅熬煮5分钟。开盖后拌炒至稍微收汁，即可关火备用。稍微收汁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稍微把刚刚的水蒸发掉一点，然后有点像这样，觉得它还是会有一点酱汁，不是到完全干掉的状态。我在流口水，好香哦！然后现在差不多呢，就可以关火。然后现在就开始煮面喽。取一锅滚水，放入少许的盐巴，将拉面煮至约8分熟后，取出盛盘。
再放入红萝卜丝，稍微汆烫后取出。将面条淋上刚刚煮好的炸酱，摆上小黄瓜丝及红萝卜丝，就可以享用啦。来到了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啦！开动喽！台式炸酱面。天哪！好吃，真的好吃，但真的比较偏甜一点点，稍微甜一点。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吃那么甜的，那个冰糖可以少放一些。哇，停不下来。它就是我讲的，就是口感真的很丰富。秒光了。我会想要再多加一点那个小黄瓜。哦，对，它因为它这味道算很重的炸酱面。那小黄瓜跟红萝卜在里面是一个解腻的效果。很好吃。好好吃啊！我讲不出什么话了。应该说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吃饭。对，有时候会点比较多一点，然后如果点比较多的话，其实我们也都会带那个圆周的餐盒，就把它装进去，像我们今天这样，像这样，对，像这样，然后或是出去外带打包或什么外带的话都非常好用，而且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是，它是这整个连盖子都是矽胶做的，对，它连盖子都是矽胶做的，所以你在盖起来之后，你要放微波，你只要把这个小海龟把它拔起来，它很好拔，其实很好拔。拔起来之后它就有透气，然后就微波。那你这样子的话，水分也不会流失太多，就不会微波到干。这新皮带我觉得它设计真的很好，因为它这样卡扣之后，它是真的不会漏。这是真心觉得很棒的产品。它真的很好用，你看我最近一直用它。我这样压它都不会滴哦。那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因为像这种袋子，有时候我们装了饮料什么，我要倒出来是真的蛮困难的。像这个装好，它倒出来真的超好倒。而且它不会怎么讲，它不会回流，对，不会回流，然后不会卡在那边。你看停下来它就停下来了，它完全不会粘到旁边的。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超棒。因为我过去就会带着玻璃的餐盒去买便当，对，那阿姨都哇你怎么那么的勤劳？因为真的很重，真的重。今天就介绍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我们在买菜啊，或是去外带的时候，就准备这种环保的餐盒，其实没有多困难，只要习惯了这件事情之后，真的没有多困难。一开始我们也还没有完全习惯的时候，也有几次忘记，真的有忘记。那迫不得已可能还是用了一次性的餐具，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来，我们尽量提醒自己，就是哇。我可以再多进步一点。其实到后面就是我们忘记带了，经过一些店，如果内用它用的是免洗餐具的话，我们就选择不吃。其实后来我们就是选择不吃，然后就找别间有对那个，或者就是回家煮。这样的经验就会让我们更提醒自己，就是要出门的时候就带这些东西，不然会没有东西吃。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就希望大家可以开始试着用这些可以重复使用的餐盒餐具来做生活上的携带啊，不管是买菜还是什么零零总总的哦。还有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那个冰糖啊，在炒的时候，你不用等它完全融，就等它稍微炒香之后，你就可以加水进去了。没有，炒香都要先加调味料。哦，炒香都要加完调味料之后再倒水进去。你不用等那个冰糖完全把它融化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其他食材可能会煸得过久。这些食材要煸是要煸，但是也是时间要控制一下，就是不要让它煸太久，不然那个口感会比较硬。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开小铃铛，不要忘记追踪我们 Facebook 和 IG 哦。好，这个炸酱面真的很好吃，我爱来试做看看。那就这样，拜拜。拜拜。真的好好吃。真的讲完拜拜，两个人的筷子就撒下来。而且我觉得这拌饭都会很好吃。就是炸酱拌饭的感觉。优秀，好。